之前几期视频我们聊了不少关于阅兵的事儿，基本上把几个核心的问题都捋了一遍。比如说，习总他到底在军队里面折腾啥？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间点搞阅兵？又为什么非要跟俄罗斯、朝鲜、印度混圈子？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解放军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已经被推翻了。那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尝试回答一个终极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抓住这个时间窗口，一劳永逸的解决台湾问题？想要搞明白战略机遇这个事儿，我想从战争潜力入手。中美先后举行的这两场阅兵，在我看来就像是两场小型的模拟战争，刚刚好可以让我们特别直观的来分析比较一下两个国家的战争潜力到底是谁更强。我会用一个综合战争潜力的框架，从5个方面来做比较：军事的体系、国家的动员、工业经济、科技研发以及国民的意志以及人力资源等等。好了，我们先说一说阅兵体现出来的战争潜力里面最直观的东西，也就是军事体系。2025年这两场阅兵，中美两军秀出来的东西，简单概括就是中国是增量的优势，而来对决美国的存量的优势。是什么意思呢？北京93阅兵给全世界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是震撼，而这个震撼的感觉主要就是来自于那些大量首次亮相的新武器，这背后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战略，叫做非对称。说白了就是我不跟你玩你最擅长的游戏，我要自己发明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直接碾压你。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拿出来的这些装备针对性都特别强，这是一种典型的任务导向。它所有的增量或者说这些新研发的武器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西太平洋这个特定的战场上想办法破解掉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最终展现出来的这个实力，这个结果也非常的明显，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不复存在了。那如果说中国的阅兵像是一场前沿科技的新产品发布会，那美国的阅兵就像是参观战争历史博物馆。他们展示的核心是存量优势，你看 M1A2 主战坦克，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所有这些装备的确是非常非常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曾经如雷贯耳的那些美军的装备其实都是实打实的经过实战磨砺过的。美国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在已经证明过非常成熟、非常可靠的平台上，不断的去升级现有的技术。那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一旦发生冲突的话，中国这些特别定制的新款武器，在战争的初期肯定会爆发出非常惊人的一面倒的效果。很多新式武器对比美国来说是存在代差的优势。但毕竟你的对手是美国呀，一旦冲突升级成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甚至是世界大战，那美国那些老装备的通用性、可靠性，还有庞大的库存，这些庞大的存量，可能会展示出更强劲的后劲跟韧性。我们再看一个细节，就是阅兵方队的编组，中国这边完全打破了军种的界限，按照信息作战、无人作战、战略打击等等这些实战的功能来编组、来组织阅兵，这个完全是在模拟体系破击的实战打法。而美国那边呢，还是沿用老的传统，按照第82空降师、第1骑兵师这些功勋卓著的著名的部队的番号来编组。很明显，中国是面向未来、面向实战的探索，而美国是基于历史、尊重传统。那如果说军事体系是钢刀，那国家的动员体系就是挥舞这样一把钢刀的手臂。阅兵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动员，中美两国在动员的模式上简直是天差地别。中国的模式是举国体制，由最高的军事机构直接领导跨军种、跨战区，一级一级垂直指挥下来，一声令下，全国响应，整个过程效率是第一位的，
成本什么的，那都不是首要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样一种模式告诉我们，一旦进入战争的状态，中国政府能够以极高的效率，瞬间就把整个国家切换到战时的轨道上来。那这样一种资源的调配跟社会控制的能力是非常恐怖的。美国的模式，说实话，更像是政府主导的一个超级复杂的项目管理。阅兵这个想法由特朗普提出来以后，具体得由五角大楼啊、国会啊、国土安全部啊，跟华盛顿特区政府好多个部门坐下来，一遍一遍开会来协商、来吵架、来博弈。那整个过程都需要受到法律跟预算的约束跟限制。也会被国会以及媒体盯着，老百姓一旦不开心不满意了，还能够上街去游行示威抗议，说你特朗普为了自己出风头，为了给自己庆祝生日，竟然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美国的模式看起来内耗很严重，效率也的确是有点低，但是话又说回来，在一场长期的战争里面，反倒可能会更有韧性，因为重大的战争决策经过了内部充分的辩论跟争吵，一旦决定了，反倒更容易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工业基础，现代战争打的是什么呢？说穿了，打的还是综合国力。阅兵场上那些威风凛凛的大家伙背后，是两个国家庞大而又完全不同的国防工业的体系。中国这边阅兵的所有装备100%是中国制造，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国防工业体系，暂时能够极大的降低被别人卡脖子的风险。这背后其实就是军民融合这个国家战略在发力。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全世界都比不了的工业的生产能力，造船厂、电子厂、汽车厂，在战争时期全都能够非常轻松的转变成军工厂。这样一种自主可控的模式，说白了就是一种底线思维，为的就是确保战略上的绝对安全。我们再看看美国，美国当然有全世界最顶尖的军工巨头，比如说波音啊、洛马啊这些，技术优势没有人敢说美国不强，但是很可惜，有一个非常现实、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制造业的空心化跟供应链的高度全球化。美军对于全球供应链的这个依赖，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依赖，在战时是致命的弱点。一旦关键材料，比如说稀土被切断，武器生产线那就得停。那这种情况你还打个屁的仗啊，对不对？战争模式下，中国庞大的产能一旦被激活，这个爆发出来的力量会非常的惊人。反倒中国能够复制美国在二战时期的那样一种暴兵的状态。中国的制造成本本来就很低，如果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设备投入实战来使用，从根本上能够改变未来战争的成本交换比。所以这样一比较的话，中国这边在工业产能上占据的是碾压式的绝对优势，美国其实是一点胜算都没有。当然了，美国也早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拼了老命想要让制造业回流。但这个事情哪有那么简单？而对于中国来说，将来能不能够顺利的完成经济转型，其实是个未知数，也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下一个因素是科技决定了谁能够打赢下一代的战争，中美的路径选择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由国家主导，目标非常明确的蛙跳式的发展，说白了就是选择几个关键的新兴领域投入国家资源，实现弯道超车，以国家意志通过军民融合，把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领域的最新的进展非常快速的应用到军事上来。它的特点就是目标特别集中，资源调配的效率特别高，决策非常快。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和把图纸变成现实的速度。而美国更多的是依赖自己非常深厚的基础科研的实力，追求持续引领跟颠覆式创新。比如说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过去几十年就开发出了例如互联网GPS 这些颠覆性的新技术，也奠定了美军过去几十年的技术领先的优势。但是现在
这样一种情况也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美国人折腾多年搞的那个 DEI 政策，让大量无能的人仅仅依靠身份政治就能够滥竽充数。波音的案例就非常的典型。又因为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加上官僚严重，成本高到不可思议，经常会导致很多本来比较有前景的一些国防的项目被拖黄掉了，甚至直接被取消。那就算有天才的创新的想法，也很难高效的变成是军队里面能够大规模装备的新武器。所以总的来看，中国的技术优势是应用的速度，短期内能够创造出领先的优势。美国的优势是原创的深度，只要它能够拨乱反正，凭借其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本钱，这个深厚的基础科研的实力，长期来看，它更能够持续创新，更能够出现颠覆式的创新。而最后一个因素是最根本的，就是人的因素。93阅兵非常成功地激发了中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官方媒体到社交平台，舆论的声音高度一致，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塑造出来的高度统一的国民意志，在战争初期可以非常快地变成强大的行动力、号召力和动员的力量。而美国那样一场阅兵，引发了剧烈的政治争议跟舆论的争吵，非但没有能够团结国民，反倒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互相攻击的战场。这样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撕裂，毫无疑问会成为战时动员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当然，为了要平衡好的坏的，我也都得要说两句。中国展示的高强度的国民意志，在战争进展不顺利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意志雪崩的风险。而美国一旦国家安全真的受到直接威胁，社会迸发出来的这个战争的意志也是极其强大跟坚韧的，不容小觑。在兵员招募方面，中国其实不缺兵员，也大力招募高学历的大学生入伍。以前经济形势特别好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在军队的体制里面自己的发展受到限制，而退役之后有更多更好的去处，有更好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军队人才流失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现在军队反倒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将来来看的话，中国的人口危机的负面效应应该会慢慢的显现出来。而美国恰恰相反，他们不担心这个出生率特别低的问题，因为移民补充的特别多。美军呢，它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面临着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招兵荒，高达 77% 的美国年轻人因为肥胖、吸毒、心理的问题，或者是学历不够这些原因，他们根本就不具备参军的资格。但是你想想看，一旦战争爆发的话，中国军队留住人才不是什么问题，但美国军队招不到合格的新兵，那可是一个要命的大问题。好了，到这个地方，战争潜力的5个方面我们都捋了一遍。那现在所有的变量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了，我们快速比较一下中美两种不同的战争潜力的模式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战争潜力是集中爆发型的，优势在于说，在短时间内用极高的效率集中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打一场高强度的现代化战争。而美国的战争潜力呢，是持久消耗型，它的优势深深扎根在它的全球体系、丰富的实战经验跟深厚的科技原创力里面，更不用提它还有非常广大的全球的盟友。但是把这些盟友的资源集中起来也一样需要时间。在军事体系上，未来5年中国是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拥有的高超音速导弹、航母杀手这些技术，美国那边还在拼了命在追赶。他们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虽然老是失败，但是技术突破说白了也只是时间问题。再等个5年8年的，等到美国人追上来以后，中国今天手里的这些新式武器的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虽然大概率中国到时候也会开发出了更先进的下一代装备，但毕竟存在不确定性，而现在的技术领先是已经确定的事实。所以从纯军事技术的角度来看，要打就趁现在，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中国的高效动员体系绝对是更适合短时间打一个速战速决。
如果进入持久的消耗战，可能会亲手点燃了美国这个沉睡巨人的怒火，会触发珍珠港效应，这个是非常不利的局面。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其实提过，解放军现在全力发展的智能化战争的理论，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冲突一开始就瞬间瘫痪掉美军的指挥中枢，在这么一个短暂的窗口期，速战速决，直接搞定。美军可能还来不及反应，还来不及干预，整个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个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在工业产能跟供应链这个方面，中国是呈现碾压式领先的态势。美国想要重建自己的工业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未来5年的时间里面，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将会是它最大的软肋。在军事技术上，中国确实赢得了一个短暂的领先窗口，但是这样一种技术的领先能够维持多久，没有人知道。美国毕竟是多年的领跑者，它的科技储备深不见底，一旦它真的拨乱反正，开始发力，追赶的速度可能会非常惊人。所以科技这方面优势暂时在中国这边，但一旦拖下去，长期来看胜算就不太好说。战争说到底还是人的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台湾问题有社会共识，塑造了非常强大的动员基础，而且中国人的耐压性更强。但是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着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跟政治撕裂，这个是美国现在最大的弱点。而最关键的一点，我想在战争潜力的维度里面没有被提及到，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特别重要，就是对于最终决策者来说，现在的权力掌控跟身体的机能肯定要比5年之后要好。而且如果一旦会有权力交替的安排的话，新政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熟悉军队的情况，才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那这样算下来，起码都是10年时间过去了。那到时候中美之间搞不好攻守之势逆转，情况会完全不同。总之，我们基本上算是论证了，接下来的5年在西太平洋，中国的战争潜力比美国要大。但5年之后，这个优势还能不能继续保持，说实话就很难说了。基于目前这个判断，我们来尝试回答那个终极问题，要不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窗口来动手，还是说其实等等看会更好呢？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国决策者，他会怎么样来算这笔账呢？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先说5年之内动手这个选项，它的收益，说实话，诱惑真的太大了。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统一问题，你想想看，这个可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终极目标，而且还能够顺便把美国的势力彻底赶出第一岛链，实现真正的区域霸权，甚至解决台湾问题，还能够顺便解决国内的一些矛盾跟领导人的历史定位问题。那这个收益到底有多大，简直是没办法估量。但是呢，成本跟风险其实也是极高极高的。最大的风险就是解放军可能会缺乏现代大规模联合作战的经验，2栖登陆的难度也确实是地狱级别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过于夸张，印巴空战这个实战的战果，某种程度上能够消弭掉外界对于解放军缺乏实战的这么一个批评跟怀疑。好了，我们再看一看无限期推后这个选项，说实话它的收益是比较有限的。它的好处是能够避免现在马上直接发生冲突，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继续发展，而且等等看，说不定台湾内部会有什么变化，或者到时候中美之间实力的差距可能已经拉到非常的大，以至于那个时候不用动手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与此同时，成本跟风险也是非常的大，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增长不断的增加。最大的风险当然就是错失了战略的机遇，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美国刮骨疗毒，修复它的供应链，弥合它的国内政治分歧，加速它的军事现代化跟改革，然后你就可能永远的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
那说了半天，那这样一笔账算完了，那到底要不要现在动手？如果是一个严格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来思考的决策者，他非常笃定现在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军事领先的窗口期，而且对于他来说，解决台湾问题不仅仅是祖国统一，还能够把美国势力彻底赶出亚洲，确立中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那这一仗战略价值实在是太高了，高到足以让一个自信的崛起中的大国愿意去承担这个巨大的风险。而且换一个角度来看，抓住现在这个机遇，采取行动的风险固然是非常的大，但不行动错失机遇的风险是确定的，而且可能更让人无法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呢？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两个大国对抗的体系里面，生存是第一位的，而权力是生存的最终保障。主动放弃一个可以一举奠定区域霸权、重创你竞争对手的机会，让美国得到喘息的机会，让他能够重整旗鼓，这个在战略上就等同于自杀。如果一个国家预见到未来自己的相对实力不确定，甚至可能会下降，那么他就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在自己的实力还明显占优势的时候，先提前锁定胜局。而且战争的胜利反倒有可能有助于赢得一些竞争优势，比如说能够完整的控制台积电的话，或者甚至有助于他解决一些现在的结构性的矛盾。更何况，就算你现在保持克制不动手，真的就能够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吗？美国他如果不利用你现在保持克制的时间来变本加厉的遏制你，来紧锣密鼓的补上自己的短板，而是放任你自由自在的继续发展经济，并且最终超越它的话，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在战略上也等于自杀。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那个无限期推后的选项，期望说我们再继续和平发展几年，让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继续拉大的想法，大概率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奢望。在中国军力到达巅峰而且略占上风这个关键前提成立的情况底下，在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的窗口期选择不动手，随着美国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新调整之后追赶上来，你想要再动手的成功机会就会趋近于零。当然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限定条件，就是上面这些推论能不能够成立，完全取决于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中国的决策层对于自己军力巅峰跟相对优势这个判断到底有多确定。所以为什么说台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因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个理论框架里面，台海这个案例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发生冲突的全部结构性条件，那就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他想要寻求区域霸权，并且挑战现在的守成的大国，他有非常大的冲动，想要利用一个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权力优势的窗口期。所以逻辑跟学术的理论其实都非常强烈的指向了接下来的5年窗口期，唯一能够阻止它的，可能就是决策者对于行动失败这样一种风险的极度的恐惧。个人判断，习总对于军队搞的那些无休止的整数跟折腾下的那些狠功夫，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恐惧跟不确定性。总结，从纯军事层面来看的话，一个客观存在的对于中国相对有利的军事行动的窗口期，在未来5年以内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对于中国来说，不动手的风险可能比动手的风险更高。但是决策者面临的也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两难的处境，选择在未来5年内行动，你或许能够抓住军事上的最佳时机，但你赌上的是整个国家的国运，是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而选择无限期推后，你虽然避免了眼前的战争浩劫，但与此同时也要承受
窗口关闭的后果，就是可能会永远的失去那个看起来最有利的时机，甚至搞不好会永久的失去那个岛。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真的要走到那一步，其实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失败了，又必须要重新走回到了积贫积弱的老路。所以只要中国注定要完成现代化，注定要蜕变成为一个地区跟全球的霸权，那迟早你就还是要做出这个艰难的决策。这个决策不仅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胆识和对于历史的担当，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因为战争的洪流一旦开启，我们所有人都将会被卷入其中。这个视频当然不是艾森要鼓吹战争，而是要尝试给大家呈现一个决策者从他本人的视角看到的他要面对的一个选择的困境，也是让大家对于世界的本来面目多一些理解。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而努力去理解它，是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唯一能够做的准备。如果您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